就是爱情当中那个冲动在结束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很多思考、很多问题，你自己会权衡说，就是权衡利弊嘛。但是我们把爱情如果说的权衡利弊了，好像又显得不那么至高至上。但问题是，你不权衡利弊呢，怎么办？不是所有人都想权衡利弊，但是最后你会发现，你做的事情，你就是在权衡利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今天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去工作，你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，他可能是个演员，他可能是咱们这行业里的任何一个工种，他也喜欢你，就这么开心，你们俩就一拍即合的在一起了，然后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你的工作跟他的工作再次重合的几率几乎是0，那就要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就是谁来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，去迁就另外一方。那时间久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那就开始衡量谁更爱谁呀。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好，有事的时候全搬上来聊，就是一地鸡毛。这是这个例子当中双方吵架嘛，他们都没有算到彼此得到了什么东西。异地恋不就是这样吗？就假设说2个都有工作，那真的不是我请假的吗？这次是不是该你了？对，该你了。就是你总会有问题是在这方面要争吵的，你避免不了。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，但如果2方都是那种很在意自己的事业，那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一定少之又少。如果这个客观事实是一辈子的存在的话，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？觉得其实不光我们这个行业，其实这种情况都会面临。我不是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我爸的关于他的记忆嘛，因为他不是在部队嘛，那个时候他是在福建当兵。我的小名之所以叫福山，就是因为当时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爸在福建当兵，我妈在山东，然后我父亲的观念当中，他就会认为说，哎，我的儿子出生了，然后我的家庭在山东，那我不能一直在福建，这样的话见的次数太少了。他从福建申请调动到了山东，我觉得就是关于感情、关于家庭、关于自己选择的问题。对，到现在有时候他可能茶余饭后会说，如果当时我不怎么样，那我可能会怎么样，就这种的。但是跳出我们这个行业，都一样，也一样。对。我其实很讨厌什么权衡利弊那些破玩意儿，走开！我觉得只要有一件事情就够了，就是我还有爱的能力，这是我最看重的。我不希望我变成一块石头，那就是完蛋了。你是很有这个能力的。对，你闭嘴。你是能力者。你是能力者。他知道的太多了。是，你是能力者。该我八卦了。八卦你，我没有八卦你，快来，快快。交换，你说出来，我就把他的说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他可好了，他啥都可好了，只是不太能聊。不太能聊。所以甜甜是那种会为爱远离他乡的人。他会。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就这么开个玩笑。你绝对会。2次北漂都失败。你看，2次都是为了男人北漂。你北漂过吗？我北漂好几次呢。那时候太惨了，那时候双井不是有一个家乐福吗？我就每天撑一个3蹦子，然后去那个家乐福买菜，然后回来做饭，所以学会了做饭。哦，真的呀？那我知道了。那对上号他以前的故事了，是吧？是对上号了。那个时候他们都在，我说我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买菜做饭，然后就是等待机会，但是也就是没有啊。我以前你不认识我吧？不认识。你那时候太火了，我不配。他这个意思是说我现在不火。你那个时候太火了，人总是有高低起伏的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，OK？ 那我跟你讲，甜甜，我们俩是属于在同期在北京北漂着的，这个家伙已经功成名就了，在天上飘着了。我们飘的时机不一样而已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没一样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没见你之前，我是先见的你的盒饭。啊，真的，当时公司那个音乐节目，让我一个人就是坐着经济舱，带着一个摄像，然后跑到长沙，
然后去那个精英会馆周围随便采访一个盒饭，说你喜欢何洁什么，你希望她怎么样，每个人都是像你，就是像你的家人一样，就是真的非常了解你，也非常信任你，然后希望你更好。我那个时候就采访了很多素材，其实对我改变很大。哇，我没听你说过这段的。对，我采访了好几个火的人的粉丝，但你的粉丝我印象最深刻。真的吗？一会儿咱深聊一下这个话题。我们放你去吃饭吧，你那个吃一半很难受的。哦，他吃一半，他吃牛肉呢。喏，吃一半很难受的，我知道那个感觉。但是我看你刚刚吃饭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好，我下次去上海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必须的。好，咱讲好了啊。哎呀，这个嘴大特写。哎，快去吃吧，你快去吃吧。拜拜，想你啊，对方已挂断，啥也没看见。好了，甜甜不动了，最近。美白站门，解放双手，它不影响你吃东西。哎，这个很棒啊！头皮按摩梳，就因为我的头皮状态很差，我以前头发发量非常的少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用这种按摩去把我头部的穴位，然后把我的头发毛囊去做焕活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丝发圈，就头发和你的枕头会产生摩擦，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把我的头发都放高，然后这样的话不会摩擦，然后起来的话这部分的头发就会有点自来卷。夹紧往前顶，然后顺着弧形往下。还有原来你的房间那个墙，那个门上面有一个发光的小熊，它是有夜光的，是吧？但是写小小永远的窝，所以说我们就不敢卖这个房子。卢哥，你看看我们那个房间里面衣柜上面有一个专门我放了他很多东西的，你拿下一下。好多画哦，可爱吧？你也记不得了啊。画的画，啥时候的？03年，4岁的时候，4岁都不到。这个是大一点的时候，各种各样的。这是他画的公主和王子。公主花了心血好多，你看，王子就寥寥几笔。把自己画的琳琅满目的，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呀？天哪！这张有意思吧？画的那个卢刚小时候，好可爱。哇，9根毛，9根头发，挺像的。哎，他写的作文写的很好的，有些小时候本来想长大当一个作家，小的时候，然后每天要写作文。对，我以前写小说文的，写小说。你看他写段啊，我和妈妈捉迷藏，我变成一朵花，开在您的窗前。妈妈能认出我，那是因为我的脸上有妈妈给我的亲吻。写得好好啊，对吧？有通感的手法来写的。我妈妈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，她会带我做很多有趣的事，正因为有这样的妈妈，我才会变得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。
好会说呀。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，现在这种话一句也说不出。小谢累了，不聊了，准备睡觉了哈。哦，11点半。所有女生、所有男生们，你们的电子闺蜜来喽！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正片上线；每周一中午12点，超前营业，闺女和她的朋友们；每周三中午12点，会员加更；每周四中午12点，闺女生活彩蛋放送。让我们一起好好爱自己吧！